我的速度不会落在你后面的。Jake， 我要跟你谈谈你的信用卡账单。啊？你最近常刷信用卡对吗？偶尔，怎么了 ？Jake， 你的账单高达美元5213821.9毛9分。什么？你为什么花500万美元在云计算服务上？我没有。但的确是在你的信用卡上。我没有买这个。啊？你没买，那会是谁？Jake， 500万美元是公司开销吗？你又错用你的个人信用卡来支付公司开销吗？我不会犯这个错误。我们已经谈过这件事。我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投资在云服务上？使用云服务的原本用意就是要削减成本。我要你这么想一下。我们少用电脑能减低租金，缩减空间，节省用电量；少用电脑能少付维修费，减少技术资源，降低员工成本。这是我支付云服务的理由。这笔账简直荒谬。所以你是说这是一个欺诈交易？只有大笨蛋才会花掉500万美元，在短短3个月在什么云服务上？通知银行质疑这笔收费，联络我律师。早上好，Sir。早上好，有什么案件？有一起很复杂的案子。Crowder。那家享誉全球的云计算服务公司？是的，他们向警方报案了。怎样的案情呢？他们有个客户 Jake Collins。那个世界电子竞技娱乐公司主席？是的，他们的游戏1周内被下载超过100万次。我是100万人当中的一个。这是怎么回事？ Jake Collins 的律师联系了 Crowder， 表示他的当事人否认曾向他们购买了500万美元的云计算服务。Jake Collins 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声称自己没有做出这项交易，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开设 Crowder 账户。我猜想 Crowder 已经展开了内部的调查，对吗？是的，他们发现有人冒充 Jake Collins 开设了一个账户。怎么做到？用 Jake 的信用卡这么做。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3个月。冒充者不断发电邮给 Crowder 展延付款，但最终账单数额太高。Crowder 向 Jake 的信用卡征收500万美元的款项。这个冒充骗局就这样被揭发了？正是这样。但 Jake Collins 是科技专家，属于大师级，会在信用卡上启用双重认证。Salvin 说的对 ，Jake 使用信用卡应该会收到银行的一次性密码通知。这就是问题。Jake 联络银行时，发现他首选的双重认证方法在他不知情下被改了。这是怎么发生的？银行也不清楚，只知道冒充者把 Jake 的一次性密码通知方式从手机改为电邮。所以，只要冒充者无法登录 Jake 的电子邮件，就不会知道一次性密码。没有一次性密码，交易就不能通过。除非冒充者侵入 Jake 的电邮。不是，冒充者创建了一个假的电邮地址，然后他把 Jake 的真正的电邮地址改为假的电邮地址。很接近，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所以一次性密码发到冒充者的假邮址。是的，冒充者也以 Jake 的名字，用这个假的电邮地址开设 Crowder 账户。但是这也出现一个问题，银行不是应该要通知 Jake 有关更改电邮地址的要求吗？银行说已经通知，但他没有注意到。Jake，我们需要加强网络安全。最近有黑客企图侵入，我们必须保护客户的资料，这对公司的信誉很重要。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你看过这些建议了吗？你没看吧？那这里有5个供应商，供应商 A 是 Piracy Protector Plus， 他们在这行有10年了，所以这个选择不错，但是价格有点贵。我有几十亿，不在乎钱，我要保护。供应商 B， 有谁会真正需要500万美元的云计算服务呢？可能进行加密货币挖矿。
Cloud 和世界电子竞技娱乐的总部设在美国，为什么 Cloud 向新加坡警方报案？ Crowder 展开内部调查时，发现这跟新加坡有关。这是 Fauzi bin Hamza， 新加坡人，66岁，单身。他注册使用 Crowder 云计算服务。当 Crowder 要求他发送文件验证身份时，他发送了这个文件。不是他的账单，而是发送了 Jake 的信用卡账单。是的，他怎么有 Jake 的信用卡账单？就是了。所以 Fauzi 是冒充者，他盗用 Jake 的身份。不太可能。Fauzi 没有前科，连交通罚单都没有。你查过他的背景吗？查过，两者没联系一起的线索。好了，安哥， Hello， 可以用边拿吗？什么？边拿，边拿。当然，你现在付钱。我是问可以用手机付钱吗？不，我只收现金。好吧，多少钱啊Fauzi 和 Jake 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我们也许错过了一些东西。Salim， 仔细查看 Fauzi 的财务记录，看他的银行户头有没有可疑活动，把焦点放在发给 Crowder 的信用卡账户。Eunice， 再跟 Crowder 谈，希望能拿到更多资料。Yes sir。是的，我注册了这张信用卡，但是没有用过。为什么？我喜欢用现金，我在紧急时候才会使用信用卡。你听过 Crowder 吗？Crowder？是不是有关天气那个？那么 Jake Collins， 听过他的名字吗？没有听过。有没有其他人可以拿到你的信用卡呢？没有，我一个人住。那用过你的信用卡来做一些事吗？好像参加比赛、幸运抽奖或优惠活动。有一个优惠活动，赠送礼物，我兑换了一个水瓶。你还记得哪个网站吗？在哪里兑换水瓶的？不记得。我朋友发那个网站链接给我，我就点击它。你为什么这么问？Mr. Fauzi， 我们怀疑你的信用卡被用来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请立刻通知银行取消它。好的。我跟 Fauzi 谈过了，他对这案子一无所知。他的银行户头或者信用卡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可疑活动。他没涉案，线索到这里为止。他被人盗用的身份也是个受害者，就像 Jake Collins 一样。Eunice， 有新进展吗？有什么需要进一步帮忙的？是的，请把冒充 Jake Collins 的人在你们那里的交易和通讯记录发过来，包括登录资料，这有助于破案。好的，我把一切整理好之后发给你。谢谢你。有没有找到任何新的线索？我们确实有些收获，这是我们调查组在几个小时前发现的。当冒充者登录他的 Cloud 户头时，其中一次的 IP 地址是来自新加坡。冒充者从新加坡获取了 Cloud 的服务。根据 Cloud 所说，只有一次。但是单靠一个新加坡 IP 地址未必能查到什么。这仍然是个线索。从这 IP 地址查到什么？查到70多岁的退休夫妇 Mr. Ho Hap Yuan 和妻子 Mrs. Ho Su Hun， 他们都没有前科。Salim， 去细查他们的财务状况，看是否跟 Jake Collins、Fauzi bin Hamza 和 Cloud 有关。好的。Cloud 也把冒充 Jake Collins 的那个人所进行的交易和通讯记录发过来，我会查这些资料，看找到线索吗？好的。Salim， 你看这个，冒充者跟 Cloud 的通讯一向都是用这个电邮地址，但是在其中的一个电邮回复中，他用不同的电邮地址，他一时疏忽。Olorin， 你联想到什么事？ Olorin 是 Gandalf the Grey 的原名，他是魔戒里的人物。虽然不知道冒充者是谁，
但这个人很可能喜欢看奇幻小说。看来这不像是常见的用户名。如果 Aurorin 不是个常用名字，到互联网和暗网搜索、浏览论坛、社交媒体、照片和视频 ，Aurorin 6565。好主意，要是出现在其他地方，就能查到他的一些活动、兴趣或在哪些网站出现。最后就可查到这个冒充者身份的线索。有什么进展？发现一个用户名跟冒充者有关 ，Aurorin 6565，他在互联网上留下他的踪迹。看来冒充者对奇幻小说和加密货币很有兴趣。我们从社交媒体账户查到霍君家无业男子，曾触犯交通条例和毒品前科。霍君家，他跟查到的 Mr. Hu 夫妇有关联吗？他是他们的儿子，注册地址也相同。他们是同谋吗？也许吧。你查到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吗？ Mr. Ho 夫妇都没问题，没有可疑之处。但霍君家的银行户头不寻常，有多项跟加密货币相关的交易，还有多笔网上购物。正如我们所料，他用 Crowd 云计算服务进行加密货币挖矿。所以俊家冒充 Jake Collins， 然后就用他的信用卡来支付云计算服务费，而 Jake 却收到账单，但挖矿所得的加密货币却归俊家所有。这等于把 Jake 的信贷转换成自己的钱。去逮捕他。我是高级调查员 Tony Gui， 我们来自科技罪案调查组。你是不是霍君家？是的。请到屋外来。你涉嫌触犯滥用电脑法令，我们要逮捕你。铐上。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我在这个暗网的论坛上宣传我提供的一些服务。什么服务？客户付钱给我，帮他们伪造美国驾驶执照。因为我提供了服务，所以能进入 Staff VIP 的部分。在那里，我发现大约70个人的姓名、地址和信用卡资料。就这样，我中了大奖。Jake Collins 的信用卡资料竟然在暗网出售。在过去的1-2年里 ，Jake Collins 突然在科技领域大放异彩。我得到 Jake Collins 的信用卡资料。但我肯定他会启用双重认证。如果我盗用他的信用卡，他会通过简讯或电邮收到一次性密码，所以我得绕过这一关。我创建了另一个电邮地址 therealjakecollins@weave.com， 我只删除电邮地址的 S 字母，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要改银行网站中 Jake 的电邮地址，我得回答保安问题。然后我想起 Jake 做过的一次访谈。那 Jake， 我可以叫你 Jake 吗？可以。告诉我们，是谁给你最大的激励呢？杰夫·贝索斯、乔布斯、比尔·盖茨？这些人鼓舞人心，他们都很棒，但是激励我的人却是来自我家人。我妈妈，她是我认识的女人中最勇敢的一个。她给我讲她童年时候的趣事，她总是惹麻烦。我外祖母就会说 ：“Helena Walter。”你又闯了什么祸了？他就是经常闯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希望有一天能跟 Helena Walter 见个面。很棒，他真的很棒。Jake Collins 可能忘了在申请信用卡时设置的保安问题。他当时没什么名气，现在多亏他的名气，我才知道他母亲的娘家姓。
就这样，我把 Jake 的电邮地址改成了我创建的假邮址，成功盗用了他的信用卡。你知道年收入5亿美元的人的信用额度是多少？即使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但我要设法把他的信用卡的信贷转换成现金。我用他的信用卡和假电邮地址开了 Cloud 账户，然后就购买云计算服务，用它来进行加密货币挖矿活动。我在本地的一个网站售卖一些加密货币，获得大约35万元。我也把一些钱拿来赌博。Jake Collins， 他是你唯一冒充的人吗？不，他只是最出名的那个。那俊家冒充 Fauci 的时候，他怎么会把 Jake Collins 的信用卡账单寄给 Crowder 呢？他没有说，有可能是搞错了，要同时干下多起骗案，就像他搞错了电邮地址一样。其实，科技大师 Jake Collins 都会被人盗用身份，那任何人都会上当。所以我们要更加注意自己的隐私和数据，并加强人们这一方面的意识。在你刚才看到的8连案件中，嫌犯通过盗用受害人的信用卡身份，骗取了超过500万美元。嫌犯干下网络罪案的规模之大和复杂程度，可以从他的犯罪行为跨越司法管辖区看得出来。由于科技罪案调查组警员的聪明才智和坚强的毅力，嫌犯的恶意网络活动最终被有效瓦解。随着身份盗窃案变得越来越普遍，公众必须提高警惕，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账户。请遵循以下3个提示：第一，在所有网络账户上使用双重认证；第二，记住使用难以破解的强密码，并定期更改；第三，不要跟别人透露自己的登录信息。如果你用安卓手机，你可能会陷入安卓恶意软件骗局的风险。受害人被骗在安卓手机上下载恶意软件的情况有所增加。2023年第1季度，这类骗局的受害人共损失至少44万5千元。当骗子要求受害人下载应用程序来预订家庭清洁、餐厅、其他服务和产品时，就开始诈骗。这个应用含有恶意软件，它能获得受害者手机上的信息。一旦下载，恶意软件就窃取受害者的个人、信用卡和银行信息。接着，骗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窃取受害者的钱。今天来看看一般人能不能辨别某个应用程序是不是合法。我们看看这个应用程序，超级棒，今天就投资。如果点击打开，注意到吗？电池突然降到5%。你认为这个合法吗？我想不合法。我认为是合法的，因为有时你的手机会这样，也许你用手机用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这个不合法。为什么？整个格式看来很简单，而且它耗费电力，它可能会在后台挖掘某些东西，做一些其他的程序。我们来看一下，你呢？说对了。接着是健身应用程序，这应用有新版本，我现在点击更新，在更新中。有点可疑，是吗？我觉得这个是假的。为什么？通常更新是会通过 Google Play 商店之类来进行的。它是合法的。有时一些应用程序可以在应用程序内更新，你不需要退出来，也不必通过应用程序商店。那绝对没有问题。那好，看一下这个，同一个应用，请求获取你的短信，请求允许使用你的摄像头，使用你的麦克风。这个不合法。不，我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它是合法的。这个应用真的需要用到这些吗？这要看情况，但这个应用并不是在推销相机。我通常允许它使用。短信还可以，可能需要提醒用户什么的。如果应用程序要向你发送通知，它无需要求使用你的短信，它仍然可以向你发送短信的。但你给了它2种使用权限，所以这点你要很小心，因为这应用程序确实不合法。
现在同个应用程序要求你注册一个账户，这合不合法呢？合法，很多应用都有这个要求。它是合法的，因为有时候应用程序需要你开设账户，这样他们就能保存你的信息。这个应用会保留你的运动资料。真聪明！注册账户这是应用程序很正常的要求，这是合法的。现在看另一个应用，每个人看到这个页面都会笑。Mike Lim， 哦，后台怎么了？快捷现金服务正下载了。我不相信 Mike， 你不相信 Mike？ 不相信。立刻出现非法应用程序的迹象，因为一个应用程序未经你的许可就在后台下载东西，它可能下载诈骗资料，可能使用你手机上的不同服务。发生这种情况，你怎么应对？我通常会在后台搜索它，然后删除它，立刻删除。立刻卸载这个应用。你应该将手机调为飞行模式，然后向有关当局求助。如果卸载这个应用程序，它会删除骗子从你的手机上偷取的资料，而这些资料都是警方要的信息。因此，保留这个应用程序 ，OK？ 启动飞行模式，向当局求助。好，现在你扫描2个 QR 码，然后说出这些应用是否合法。这不合法。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越狱。首先，他说的是健身应用程序，我也没见过哪个应用程序说登录它就可以得到免费的东西。这不是 Google 官方的游戏商店之类的，所以我一般上就会远离它。你说对了 ，Francis， 这个应用是不合法的。好了，下一个。好的。我认为这是合法的。上面有很多评论，还有政府科技机构的认证。我应该不会下载这个应用程序。你不会下载这个应用？是的。现在让我告诉你，请下载这个Scam Shield 防诈应用，可以帮你阻断被列入黑名单的号码或者简讯。这些号码来自潜在骗徒。政府团队一直在努力开发这个应用，确保人们不会受骗，所以 Scam Shield 防诈应用绝对合法。我们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和手机免受骗徒的侵害？要采取行动防范骗局，请记住添加、检查和告诉这3个简单且重要的步骤，将保护你避免受骗。第一，添加 Scam Shield 应用。Scam Shield 应用只有一个与诈骗相关的黑名单号码数据库。如果骗子要你用安卓手机下载含有恶意软件的应用 ，Scam Shield 能检测到这些信息，并提醒用户，保护你和你的手机免受诈骗。第二，通过官方渠道检查诈骗迹象。你的手机是否显示下载了恶意软件的迹象？到官方网站检查这个应用是否合法。记住，要从官方应用程序商店下载，例如 Google Play 商店。最后，告诉亲友关于安卓恶意软件的骗局。如果怀疑自己坠入骗局，请通知警方，联系银行和开启手机飞行模式。要寻求意见，请拨打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的反诈骗咨询热线或浏览该网站。请记住，采取行动打击诈骗，发现迹象，阻止罪案。这一期的神之依法已经来到尾声，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兆荣警监，请大家各尽本分，预防、遏制和侦测罪案。再会。